这段时间呢，依然没有买什么新模型，那么依然还是来聊聊老模型吧。翻翻模型柜呢，我就把这玩意儿给拿出来了，也就是我前年购买的万代 PJ 的 MK2泰坦斯涂装。其实当时买这款 PJ 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就是想给 PJ 的独角兽做个伴儿。而那时候呢 ，PJ 要发售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了，因此呢，也就没有入手元祖的 1.0。但我相信呢，我之后还是会入手元祖 1.0的，毕竟那个价格嘛，还是很香的。在这里呢，估计也有同行们会问，为什么不买白兔而买黑兔？其实依旧没有那么多闲的蛋子的原因，是因为独角兽是白的，想买一个通体深色的机体作伴，就不会显得颜色那么单一了。这款 MK2我入手的价格呢是很便宜的，658包邮就入手了。想想当时的模型市场呢还没有这么疯狂，再看看现在的2级市场的价格已经基本逼近900了。能有这样的价格，真是不得不感谢一下黄牛和万代的8本祖宗了。好，回归正题，这款 PJ 的 MK2呢，我是觉得是所有老款的 PJ 中身形比例最好看的一个，即便放在22年之后，跟 PJU 和独角兽放在一起，也丝毫没有什么违和的感觉。反观 PJ 的元祖 1.0、扎古和 Zeta 等模型的比例方面呢，跟当下的审美已经有一些偏离了。当然，这里想抬杠开怼的同好们先别急，咱们等等就会要发售了的卡版的 Zeta， 到时候咱们再来看看卡叔对现在审美的身形比例的调整，再杠啊。板件方面呢，我们能看出是2001年设计的，但是由于我这个是蓝标版，生产日期呢就是2020年的4月份。我个人觉得呢，这部机体的再版次数应该是不少，因为零件的锐度和一些溢胶、毛边的情况还是有的，尤其是火箭筒这里的毛边，导致我在拼装过程中不得不做大量的打磨工作。手头上的4个 PJ 模型呢，也只有这款模型我做了相当于一台老版 MG 的打磨工作了。拼装体验方面呢，更是差的一批，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找零件上。当然，我倒是能接受。毕竟呢，这是22年前设计的产品，当时有很多问题是并没有考虑进去的。这不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万代也才在 PJU 这一台机体上给出了那种极致流畅的拼装体验嘛？这种事情呢，就不深究了。都说这款 PG 呢是所有 PG 里边内部结构做的最好的一个，而我重新拆开威亚之后呢，也确实感叹这款 MK2在当时设计的时候，肯定是考虑了现实情况下的一些机械联动和一些符合现实机械结构的。我没有太多的 PG 模型呢，但是手上的这4款 PG 来对比，这款 MK2在内构细节的设计上是胜过 PGU 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因为 PJU 的内构呢，更多的我觉得是为了好看而设计的，而 MK2 的内构呢，更多的是作为合理的可动而设计的，并没有过度的注重好看啊。当然啊，作为机械来说，它也依然是好看的。反观这俩货呢，内构这东西是啥？独角兽呢，我就不拆了啊，我就拿这个我还在拼装过程中的能天使的骨架来对比一下，就高下立判了。可动方面呢，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因为 PJ 这个系列呢，我觉得除了强袭以外，都不算是为高可动而生的。这次呢，咱们主要来聊一下这款 PJ 的各个机械细节的联动方面，顺便展示一下可动吧。首先呢，头部外甲这里呢是可以作为整备样式而展开的。而面罩的下方呢，也给出了这种红色的相控阵雷达天线。当然这个呢 ，PJU 也是给出了的。身体部分呢，可以展开的地方并不多，主要是上面的这2个盖板。我们打开以后呢，就可以看见身体的内构了。而在这里呢，我也已经把这个上身的外甲整个给拆下来了，正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半身的这个液压联动机构的构成。首先呢，所有两侧的这个肩部的可动机构的下方是有一个液压的一个联动机构的。这样呢，就可以使得手臂在上抬的时候的联动机械看得更加明确是如何做这个单元驱动的。再往下看呢，腰部的联动细节是一个球形关节配上前后4个液压杆来还原上胸和腰部的机械可动的。只不过呢，套上外甲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可动幅度了，而且也看不太出来。这里呢，还是表示很遗憾的。手臂单元呢，肩胛这里是给出了前后和上部的展开来还原整备样式。
而手肘的可动呢是一个3段式的设计，并且在上臂后面还给出了液压杆的联动机构。小臂这里的护板装甲呢，则是给出了一个让位式的联动机构。这样呢，在装上外甲的时候，就可以让位出更大的一些空间，可以使手臂弯曲的角度接近180度了。背包这里呢，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但是背包呢是有一个重点，它是担当了整部机体的一个光效的一个开关和一个电池仓的作用。当然呢，我的这部机体的这个线路，好像我在拼装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的灯是点不亮的。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盖板打开，我们就可以看见可以控制整体机体灯效的开关了。在这里呢，裙甲的可动机构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 MG 的这种可动机构设计，但是裆部的这一坨合金的大化轴子，我认为才是重点，配重实属其次，主要是呢，腿部的胯部连接就不需要担心会断裂掉了。在这里呢，我觉得这种材料应该沿用至今所有的 PJ 才行了，没办法呢，谁让你是 PJ 呢？只不过无奈啊，我们之后的 PG 呢，就很少见到这样的设计了。腿部的整体设计和结构方面呢，我觉得是除了躯干以外最精彩的了。整体的内构细节呢，可以说还原的非常到位，还做了动力管和一些结构方面的分色。而机械联动方面呢，首先是大腿根部的球形关节这里有一个给出了侧向提供动力的液压机构，而膝盖部分的联动如果不拆开外甲的话是非常常规的，但是一旦把外甲拆除，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整体联动，我就不用多说了，同好们自行感受吧。小腿下方这里的有一个细节的设计，我觉得应该是还原这种人形机体落地和走路时减震的这个装置。因为呢，在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弹簧机构的，我们把两侧的护板这样展开，然后呢再按下脚部，再松开，就可以看到弹簧的回弹了。并且呢，这里的机械臂的联动也是设计的非常精彩的。只不过我这个机体可能有点年久失修啊，导致回弹不是很流畅，有时呢会卡住，尤其是右腿。有空了呢，应该搞搞润滑油什么的了。整个脚部和脚踝的设计呢是给出了3处液压机构，只不过我这个脚面的盖板实在是弄不下来，又怕大力出悲剧，因此呢就为各位同好展示一下脚踝处的液压机构吧。当然呢，腿部这里呢也是给出了整背样式的，我们只需要把小腿外部的装甲像这样拉开，还有小腿内侧的装甲翻开，就可以看到整体小腿的整背样式了。武器方面呢都比较常规，首先是来福枪，其实没有任何的可动机构，因此呢没有什么可说的。火箭筒呢也是没有伸缩机构的，平时呢可以挂载到裙甲的后侧，而弹夹这里呢是可以挂载到侧裙甲上的。但是需要组合的话，则需要将弹夹的上方的盖板卸下，然后才能正确的搭载到火箭筒上。其实整体最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盾牌的配件了。在原设定中呢，我们就知道 MK2 的盾牌是可以缩放的，而作为 PJ 呢，必须将这个设定还原出来。只不过呢，这里的缩放也给出了一个弹簧的机构，平时收缩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想展开的话，只需要轻按后部，然后拉开，松手，上半部分的盾牌就会自动回弹到相应的位置。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款 PJ 的 MK2 呢，确实有很多可以聊的，但是呢，在一期视频的容量是放不下这么多的。在这里呢，我也只是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一个概述，并且在整体设计上呢，我们也确实能看出设计人员的用心。只不过现在的这些用心都去哪儿了呢？这么多年，从 PJ 的 GP01 以后呢，我个人觉得还能称之为 PJ 的产品，也就只有 PJU 能够配得上 Perfect Grade 这样的称号了。各位同好觉得呢？好，这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